我现在35岁，独居差不多10年。我租过挺多房子，这是一个350平的房子，还有我的猫爱因斯坦。我是山西人，现在生活在上海朱家角。我想找一个住跟工作室放在一起，可能相对来说空间大一点的。创作以外，跟朋友出去划船，去附近的面包窑，偶尔去学习打一下八段锦。2021年底，它本来是一个毛坯，尽可能的节俭，地下有1层，然后上面有3层。地下的话，它其实比较野生一点，你可以挥洒一些颜料啊，进行一些喷漆或者一些综合材料的雕塑，都能够在地下完成。楼上的话有餐厅和厨房，朋友来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聊聊天，以及做一些案头工作。也会有一些小的作品呈现在那边。3楼的话，就是满足日常休息的状态，尽量保留它原本的一个格局，以及很简单的一个白墙的状态。自己创作的东西，它在慢慢加入到这个空间里面，大大小小的作品都加起来的话，应该至少有100件左右吧。在通道里，这件作品它像是从墙壁里生长出来的一种感觉，有一种像岩壁画一样的状态。山西有很多古迹和壁画，我希望去用雕塑结合壁画的一种状态。它叫在阳光下随风飘荡。我每次走到上海的这种里弄啊，这种老洋房，晾衣杆伸出来，然后会有衣服挂在上面，你会想象说它被阳光暴晒以及风吹起的那种状态。我小时候基本上是姥姥姥爷带大的嘛，我们那时候有那个家属院嘛，父母实在太忙了，给我买一些那种什么简笔画之类的，然后让我去画。后来我去了巴黎，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艺术。在巴黎的时候，阁楼就是奥斯曼建筑时期的保姆间嘛。2016年在上海很有意思，住在那个夹层里，就是2楼半吧，亭子间。那个快递小哥他会来用那个上海话在喊，然后那个什么2楼半的快递。在这个空间本身它都是有生命力的，我没有办法想象我每天朝9晚5，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就做同一件工作，觉得我不愿意过这样的人生，以及我可能也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。我20多岁可能会更焦虑一些，或者会更动荡一些。现在35岁，就是试着让自己去做一些减法吧。朱家角本身是水乡啊，就是都是这种自然的东西，人和狗的比例好像是1:1，大家都会穿得很随便，骑一个小电驴或者骑个自行车，可以直接去买菜，更有烟火气息一些吧。独居它给了我一种和自己长时间对话的机会，自己决定生活的节奏时间，让创作与生活彼此滋养。我不必证明给别人看，只是和自己相处，真实的生活。